龟灵圣母匆匆飞入湖水之中，将浑身湿透的石矶搀扶了起来。石矶嘴角带血，低头不语。李长寿在旁叹了一口气，罢了，就当下次与云霄约会能理直气壮要抱抱。他缓声问：此事当真要继续查下去吗？长庚，你不必多管，这大树都长歪了，若不下狠心剪除杂枝，早晚要朽掉。但是师兄，杀孽一开，截教定有大批仙人死伤，同样也是折损自身气运之事。难道就这般算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其实也并非是没有。师兄，不如借此事召开一次截教万仙大会，将仙人聚在一起，先杀一儆百，诛首恶，且将几名最当诛的圣人亲传弟子杀之示众，威慑众同门。当然了，此事也要请师叔点头。随后再陈述今日截教之危局，团结截教上下，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这些只是治标治法，大劫将来，这一份名册还请师兄保管好。现在你我都不知紫霄宫中会发生何事，大兴天庭又该如何大兴。退一步讲，若非道门需要仙人之命来填劫灰，到那时也当护住本分良善的同门。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含蓄，但是在场几人听罢，倒是都觉得有几分道理。这一次大劫不同于巫妖大战，不同于龙凤大劫，而是圣人们商量着来。若真的定下一个标准，大劫之中，截教、阐教各自死伤多少弟子去填劫运，这一份名册上的名字自然是优先处置。若是劫灰不够，再各看天命。这倒也是个法子。金陵圣母道：虽有时光明磊落，但大劫之前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此时若是直接打杀了他们，倒是便宜了他们。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不仁义了？此事自不可传出去，人心叵测，更何况寿元悠长的仙人。话语一顿，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支卷轴，咱们也当稳一些，各自立下大道誓言，不对外走漏消息，且劳烦多宝师兄封掉石矶师姐这半日的记忆。石矶娘娘目中满是无奈。长庚师弟，此次我当赴死。师姐，不必如此。截教仙人太多了，赏罚之事必须明确，不然极易生乱。开始立誓吧。几人各自向前，包括多宝道人在内，立下了这一份保密誓言。李长寿还不放心地叮嘱道：林中挂着的这些人，就当诛除的首恶，展示他们的过错时，用留影球就可，不必让他们开口说话，免得再节外生枝。善。多宝道人答应一声，仰头长叹。1个月后，金鳌岛上，截教万仙大会，有关记名弟子讲到的10多段画面展示完毕，全场落针可闻。100多道被禁制了元神的身影，双目无神地跪在场中。多宝道人一身白袍，收起手中的玉符，其内的骂稿早已经是倒背如流。他道一声：请师尊法旨。侧旁，赵公明拿出一道泛着七彩霞光的圣人檄文，缓缓摊开，其内涌出一道青芒，肃杀之意弥漫全场。檄文空白无字，剑意已然凌霄。多宝道人站起身来，缓缓吸了一口气，当着数不清多少截教仙的面，指着那100多道跪伏在地的男女，定声道：世尊亲传弟子总共60余位，今日贫道不得不杀6位。聆听师尊讲道的弟子虽然不少，但今日不得不杀这96人。哪个不是师尊驾前求道寻真的生灵？哪一个不是喊着为天地生灵，截取一线生机的截教仙人？他们烂了，贫道的心都要碎了。世尊开辟截教，让贫道总领教务，而今咱们截教号称万仙来朝，贫道却搞成了这样。
贫道愧对师尊，愧对师祖，愧对道门。多宝嗓音如惊雷炸响，截教万仙默然不语。不少仙子的神情紧张，低头不敢直视。多宝平复了一下心境，缓声道：还有你们此时站在各处，看着他们，心底可有侥幸，心底可有愧疚？你们之中的某些同门真就这么干净吗？你们之中有些同门比他们更混账，比他们更该被杀一儆百。贫道今日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道心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晾一晾。大劫当前，不去想着团结同门对抗大劫，而是仗着劫运遮掩，肆无忌惮，无比猖狂。原本30年、50年一次收敛灵石讲道，变成了3年、2年，甚至1年数次。那朵12品红莲就碎在碧游宫，碎在老师面前。你们可知，老师这些年去混沌海中搜寻能镇压教运的宝物多少次？你们可知，红莲破碎时，老师在笑。老师无法如2位师伯那般作壁上观，老师已经准备等大劫降临，躲不过去就跟我们一起去顶。你们呢？此刻都在想什么？多宝仰头长叹，周遭各处依然是无比寂静。多宝又道：推算出道门将有大劫时，贫道本以为大劫是来自于天地之外的邪魔。贫道去混沌海中转了一圈，发现这些邪魔不成气候，又觉得大劫应该是来自于西方教大兴。后来才发现，大劫源于天庭大兴对道门降下。人教总共有2位师兄师弟，玄都师兄镇压玄都城，抵挡外魔入侵洪荒天地。长庚师弟为道门东奔西走，日夜操劳，让原本针对道门的劫难也落在西方教头顶，能护住多少同门？咱们呢？我截教先到今日为止，可做过什么能缓解道门大劫之事了？截教的大敌不在外，而在内。贫道穷思冥想，在道心中挖出这4个字，送与各位师弟师妹，共勉。言罢，多宝道人摆摆手，一座小山落在高台之上，一面削平，上书4个大字：截教要完。不是，无愧于心。都给我在这儿看上3天3夜。金鳌岛截教仙流血之日，李长寿只是暗中看着，并未现身。毕竟这种时刻，他一个人教弟子很容易成为个别截教仙人心底极恨的对象。他在小世界中与4位截教大弟子石矶娘娘一同起誓，又让多宝道人抹掉石矶娘娘的些许记忆，且不给今日受刑者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是为了确保长庚2字不会出现在这一次截教内宿之中。混洪荒嘛，既要不吝以最坏的恶意揣度自己的敌人，也不能高估陌生人对自己的善意。顺便，李长寿在暗中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在多宝道人挥手，金灵圣母拔剑斩杀着100余截教仙。李长寿布置在天庭各处金鳌岛之外的10余只指道人全力放出仙石，运转均衡大道，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功夫不负有心兽，那金灵圣母的剑光落下，长寿与金鳌岛上的众高手都察觉到了一丝丝有些诡异的天道之力。截教众仙将这天道之力当成了有部分今日被惩处的截教仙其实是被劫运影响犯下大错。便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赵大爷他们对此也没有多想。但同时在凌霄宝殿5大天门观察的李长寿却敏锐地发现，
有几道细微的元神扰动，钻入了凌霄殿前那伴着此次大劫一同降临的金柱之中。这莫非封神榜已经被天道定下，又或者是天道觉得几个截教仙有成神的资质，提前收入此地，也稳了他一手？李长寿仔细考虑了半日，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若说封神榜上姓名此时已经被天道直接定下，又将几位圣人置于何地，这完全说不过去啊！李长寿刚刚定下心思，就听到了金鳌岛上传来了阵阵钟响，轻轻叹了一口气，将几只指道人藏于海底，抽离了心神，又早早地将一只指道人安放在南海之滨的安水城海神庙后堂，稍后定会有几位截教大弟子前来找寻自己。其他人不敢保证，赵公明8成会来抱怨倾诉。这一次截教万仙大会，除却杀一行百清理顽疾，也直接否了那些用灵石换根脚的记名弟子。此时不必观测，截教的气运自是有所回升。今日诛杀的那6名圣人亲传弟子，其实都不算是核心弟子，而那90多名截教仙也多是修为不高、贪心不足之辈。那忽悠了石金娘娘的截教凶仙马元，此人就是神通修为较强，在记名弟子这件事中捞了颇多的好处，但并未被直接惩处。此仙业障颇深，也十分的有手段，是那一张应劫卷轴上排名靠前的仙人之一。多宝道人应是想用这把凶刃，在大劫降下时去制造更多教外的劫灰，而后再安排此凶仙应劫。而这就是李长寿更愿意亲近赵大爷，始终和多宝道人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了。多宝是截教大师兄，他有许多赵大爷没有的顾忌和考量，赵大爷就快乐多了。修为高，法宝强，神通广大，是天地间逍遥自在的一缕清风，笑着荡着荡漾着，若是一个不爽，就直接哎呦哎呦，就躺在地上吐几口血，那是多么的快乐。虽然李长寿并不羡慕，李长寿都能想象到，过几日后万仙大会散了，赵大爷来海神庙时那纠结郁闷的模样，以及赵大爷开口说的第一句肯定会是长公，这一次的事。如果赵大爷不是说的这6个字，他天庭水神开铜镜直播如何吓亏一只兔子。开玩笑。李长寿的仙识扫过渡仙门各处，感受到仙灵峰上盘旋的金仙境道运，那万灵云长老应当是快要出关了。不过洪荒仙人年岁越大，对岁月流逝就越不敏感，万长老应该还有个10天半个月才会出来溜达。小琼峰上一切如常，灵娥在打扫师傅的草屋，师傅的牌位前插着3根刚点燃不久的清香。熊灵力与九羽狮正在灵兽圈中忙碌。自从小琼峰高级吃货团的精英干事九九与江灵儿与白泽一同外出经营临天殿，九羽狮的修行速度明显得到了提升，应该是少了人打扰的缘故。又瞧了眼在渡仙门安安稳稳修行的李靖，李长寿便收回心神，闭目打坐了半日。最近这一段时日，他虽然在忙碌有关截教之事，但本体并未外出，故李长寿早早的就将屠老大乾坤尺以及离地验光旗送回太清观，只将塔爷留在了身边，以防自己有事要外出会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又半日后，灵娥端着一碗清爽可口的汤羹，驾云从湖边飞来，脆生生地喊了一句师兄。李长寿的本体自丹房中现身，伸了个懒腰，去丹房外的木桥上闲坐。灵娥搬了个蒲团，坐在自己师兄身边，2只玉足来回的打着晃，小声问：师兄，最近可是有什么麻烦事？纸人带回来的那些有关仙盟的传信玉符，师兄这几日都不怎么看了呢。李长寿捏着汤勺嘬了一口小师妹特制的冰粉。凡事若是事必躬亲，
便是100个我也不够用。仙盟只是最开始招人和搭建的时候比较麻烦，此时已经有了12副盟主一同主持局面，我们只需要大方向上把控好，管它里面是否沆瀣一气、上下勾结，只要总体而言是对天庭有利，是在做善事，抵挡香火神国侵袭，就足够了。灵娥低眉想了想，那师兄最近是在烦心什么？截教的事。李长寿将玉碗放在身旁，简单说了截教有些人敛财掐灵石，乱收弟子传道法，从而拖累整个截教气运之事。灵娥听得一阵皱眉，低声道：截教怎么还有这般仙人？都成为圣人弟子了，还不能约束自身，有不满足之处吗？生灵皆有所求，故有私欲。私欲是为名望，是为命安，是为财力，是为自己在意之事，不一而论。这并非贬义，不过是寻常的道理。设想一下，若是阐教也有这般数量的门人弟子，怕也会出现这般那般的问题。还是太清老师高瞻远瞩，洞悉生灵秉性，故不去收太多弟子。灵娥眨眨眼，用气声问：老师在听着吗？这师妹的思想觉悟还是远远不够啊！拍马屁这种事儿，必须在圣人老爷面前吗？那是要人前人后都要口径一致，打心眼里去尊敬。毕竟谁也不知圣人若是主动探查，会不会看透炼气时的道心呢？稳一手，稳一手。